原则是一本由美国投资家雷达利欧 Ray Dalio 撰写的畅销书籍，该书于2017年首次出版。作者通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经验分享了他的原则和价值观。以下是《原则》一书中的主要重点。理解原则。雷达利欧将原则定义为在特定情境下产生成功结果的基本规则。他认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和历史中学习，并将这些普遍适用的原则应用于未来的决策中。现实主义。作者强调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即面对现实，识别问题，然后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收集数据和反馈。雷达利欧鼓励读者在做出决策时收集大量数据和反馈，以便更好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费代利周期理论。作者介绍了费代利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和市场会经历周期性的波动，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和投资。分级决策。达利欧主张将决策过程分为多个层次，并让独立的个人或小组负责不同层次的决策。这种分级决策可以减少错误和提高效率。Radial Decision Making 辐射状决策，这是一种决策模型。基于这个模型，团队成员可以彼此交流，发表意见，并形成共识。理解人性。雷达利欧强调理解人性的重要性，认识到人们在决策中受到情感、偏见和动机的影响。职责和透明度。在原则中，作者强调职责和透明度的重要性。透明度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开放的沟通氛围。学习和进步。雷达利欧强调持续学习和不断进步的重要性，不断改进个人和组织。总的来说，雷达利欧在《原则》一书中分享了他的成功经验和原则，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应对人生和工作中的挑战，取得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成果。读者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建立有效的团队，制定明智的决策，适应变化，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在《原则》一书中，作者雷达利欧对原则的理解是在特定情境下产生成功结果的基本规则。这些原则是通过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经验所积累的。他认为，这些普遍适用的原则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情况和决策中。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原则的定义。在雷达利欧看来，原则是指那些在不同情境下多次验证并产生积极结果的基本规则。这些原则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得来的。他相信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挑战，跨越时间和空间。原则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它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作者通过研究历史和观察世界各地的不同情况，将这些原则从过去延伸到现在，并认为它们在未来同样适用。学习和调整。达利欧鼓励人们从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教训中学习，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改进原则。他认为人们应该积极采纳新的见解和证据，并相应地调整原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原则的重要性。作者认为，理解并运用有效的原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他们为决策提供了指导，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挑战和机遇，并为实现目标制定战略和计划。制定个人原则。达利欧鼓励每个人都制定自己的原则，而不是盲目遵循他人的。通过思考和自我反省，人们可以建立适合自己价值观和目标的原则体系。
并在生活中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分享和传承原则。在书中，作者分享了他的原则和价值观，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受益。他鼓励读者不仅要运用这些原则，还要将它们传承下去，与他人分享，形成更加开放和有益的社会网络。总的来说，《原则》这本书强调了理解和应用原则的重要性。通过建立有效的原则体系，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问题，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成果。在《原则》中，雷达利欧强调了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现实主义是一种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面对现实，识别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下是对现实主义概念的详细描述。面对现实，现实主义倡导人们正视现实，不掩盖或回避问题。这意味着无论问题有多么复杂或不愉快，我们都应该直面它们，而不是逃避或自欺欺人。只有通过对现实的正确认知，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识别问题，现实主义强调对问题的准确识别，这包括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原因和影响，而不是只看表面现象。通过深入分析问题，我们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法，制定实际解决方案。现实主义鼓励寻找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应该基于真实的情况和条件，并且能够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效果。避免盲目乐观或悲观，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待问题，并找到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风险管理，现实主义者通常会更加谨慎地看待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不确定性。他们会考虑到可能的负面结果，并制定应对计划，以降低风险并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免受损失。坦诚面对失败，现实主义者理解失败是成长和学习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因为失败而气馁或自责，而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努力改进。同时，他们也会评估失败的原因，以便在未来避免类似的错误。灵活适应，现实主义鼓励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况。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愿意调整原定的计划，并根据新的信息做出决策，以适应新的现实。总的来说，现实主义在《原则》一书中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心态和方法论。通过面对现实，识别问题，制定实际解决方案，风险管理以及坦诚面对失败，人们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挑战，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在《原则》一书中，雷达利欧强调了收集数据和反馈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做出决策时，收集大量的数据和反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数据的重要性。数据是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它们提供了客观的事实和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状况、趋势和潜在的机会或风险。数据可以来自各种来源，包括统计数据、市场调查、历史记录、科学研究等。收集数据，在做决策之前，达利欧建议广泛收集数据，尽可能多地了解问题的不同方面。这可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调查和数据分析，以确保我们有一个全面的视角。反馈的重要性。
反馈是根据我们的行动或决策产生的结果所提供的信息。了解反馈可以帮助我们评估我们的决策是否有效，并从中学习。正面的反馈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得很好，而负面的反馈则提醒我们需要调整或改进我们的方法。主动寻求反馈。达利欧强调主动寻求反馈，而不是被动等待。这意味着我们要主动与他人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反馈不断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决策。风险与回报的平衡。收集数据和反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估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平衡。通过了解潜在的风险和可能的收益，我们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降低风险或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数据驱动决策。收集数据和反馈有助于将决策过程从主观的判断转变为更客观的依据。数据驱动决策可以降低偏见和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成功率。总的来说，收集数据和反馈是《原则》一书中的关键概念之一。通过积极收集数据，主动寻求反馈，并以数据为依据做出决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问题，评估风险与回报，进而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上做出更明智和有效的决策。在《原则》一书中，雷达利欧介绍了费代利周期理论，这是一种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周期性模式。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尼克拉斯·费代利 （Nikolai Kondratev） 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并在经济学中引起广泛的讨论。以下是对费代利周期理论的详细描述。周期性。费代利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和市场会经历长期的波动周期，通常持续约50至60年。这些周期性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和市场指标中都可以观察到，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股市和商品市场等4个阶段。费代利周期理论将经济和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划分为4个阶段：繁荣期 （prosperity）、衰退期 （recession）、抑制期 （depression） 和复苏期 （recovery）。这些阶段是循环交替出现的，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繁荣期 （prosperity）。繁荣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增加，产出扩张，消费增加，企业盈利良好，并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然而，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张，通常会出现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的风险。衰退期 （recession）。衰退期是经济活动开始放缓的阶段，经济增长减缓，就业下降，消费减少，企业利润下滑，资产价格下跌。这个阶段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和增长不足，但并不是持续性的衰退。抑制期 （depression）。抑制期是经济低迷的阶段，通常是在经济衰退持续一段时间后出现。在这个阶段，经济活动持续低迷，企业破产增加，失业率上升，市场信心低迷，投资意愿不强。复苏期 （recovery）。复苏期是经济开始恢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活动逐渐复苏，企业逐渐恢复盈利，就业率开始改善，市场信心回升，资产价格逐渐回升。政策影响。费代利周期理论认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市场干预可能会影响经济和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例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可以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总的来说，
费代利周期理论是关于经济和市场长期波动的理论框架，它强调经济和市场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循环模式。了解和理解这些周期可以帮助投资者、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规划和决策，以适应经济和市场的变化。在《原则》一书中，雷达利欧介绍了分级决策的概念，这是一种决策模型，将决策过程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由独立的个人或小组负责。以下是对分级决策的详细描述。层级结构。分级决策将决策过程划分为多个层级或阶段，每个层级都有特定的职责和范围。一般来说，高层级的决策涉及更重要和战略性的问题，而低层级的决策涉及更具体和操作性的问题。独立决策者。在每个层级中，有独立的决策者或决策小组负责做出决策，这些决策者通常是在相关领域具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和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数据和反馈。分级决策强调每个层级都应该收集数据和反馈，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这有助于确保决策是基于事实和实际情况的，而不是基于主观的猜测或偏见。下放权力和责任。分级决策鼓励下放权力和责任，使每个层级的决策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样做可以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并鼓励员工更加积极地参与决策过程。辐射状决策。分级决策模型中的决策可以看作是辐射状的，也就是说，高层级的决策会辐射到下一级，然后再辐射到更低的层级。这种决策模式允许决策过程在不同层级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更好的决策。系统化的流程。分级决策模型需要建立系统化的流程和沟通机制，确保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协作，这有助于减少信息滞后和误解，并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总的来说，分级决策是一种在《原则》一书中介绍的决策模型，通过将决策过程分为多个层级，并授权独立的决策者负责每个层级的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这种模型鼓励数据驱动决策，并促进组织内部的灵活性和协作。根据《原则》一书中提到的 Radial Decision Making 辐射状决策，这是一种决策模型，旨在促进团队内部的开放性和透明性，鼓励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以下是对辐射状决策的详细描述。决策辐射。辐射状决策是一种基于辐射模式的决策过程。在这个模型中，团队的决策中心位于中心位置，而决策信息和意见则从团队的不同成员辐射出去，如同辐射线一样。开放的沟通。辐射状决策鼓励开放的沟通氛围，团队成员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观点和建议，而不用担心受到批评或负面评价。这种开放性的沟通可以激发更多创意和想法，并且有助于形成全面的决策视角。各个成员的参与。在辐射状决策中，每个团队成员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和机会，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被视为有价值的，并被纳入到整个决策过程中。这种参与感可以增加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数据驱动决策。辐射状决策强调数据驱动决策，团队成员应该根据可靠的数据和信息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和建议，而不是凭空臆测或主观偏见。协作与共识。辐射状决策模型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和合作，
成员之间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和辩论不同的观点，最终形成共识并做出决策。决策的权责分离，尽管每个成员有权参与决策，但在辐射状决策中，权力和责任通常是分散的，不同成员可能负责不同方面的决策，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决策体系。快速响应，辐射状决策模型可以加速决策过程。由于团队成员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并参与决策，团队可以更快地做出决策，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的情况。总的来说，辐射状决策是一种促进团队协作和开放性沟通的决策模型。它鼓励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决策过程，并根据数据和合作努力达成共识。这种模型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增强团队凝聚力，促进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在《原则》一书中，雷达利欧强调了理解人性的重要性。理解人性意味着认识到人们在决策中受到情感、偏见和动机的影响。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情感的影响，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会受到情感的影响。情感可以是积极的，如兴奋和乐观，也可以是消极的，如恐惧和焦虑。这些情感可能导致我们做出非理性的决策或过度反应。偏见的存在，人们常常受到各种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可能是基于我们的经验、信念、文化背景等。偏见可能导致我们忽视或低估一些重要信息，从而影响我们的决策。自利动机，人们通常会受到自利动机的驱使，即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满足。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其他人的利益或组织整体的利益。心理学效应，心理学效应是人们在决策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和模式，例如群体思维、认知偷懒、损失厌恶等心理学效应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自我认知和自省，理解人性也包括对自己的认知和自省。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性，并努力减少自己的偏见和情感干扰，以更客观和冷静地做出决策。理解他人，除了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是理解人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他人的动机、需求和情感，并学会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和协作。反脆弱性，理解人性也涉及到反脆弱性的概念。反脆弱性是指我们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能力。理解人性帮助我们认识到人们在适应和发展中是具有韧性的，并且从困难中学习和成长。总的来说，理解人性是在《原则》一书中强调的重要概念之一。通过认识到情感、偏见、自利动机和心理学效应对我们的决策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因素，并做出更明智和全面的决策。理解人性还有助于增强团队合作和组织文化，以实现个人和组织的成功。在《原则》一书中，雷达利欧强调了职责和透明度的重要性。这两个概念在个人、团队和组织的成功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以下是对职责和透明度的详细描述。职责是指个人或团队对于实现特定目标或完成任务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的职责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责任，并将精力集中在完成任务上。清晰的角色定义，在实现职责的过程中，明确定义每个成员的角色非常重要。
不同的角色应该有清晰的边界和职责范围，以确保团队成员可以高效地协作，避免任务重叠或遗漏。自律和责任心。理解个人的职责需要自律和责任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尽职尽责，不推卸责任，并积极追求目标的实现。组织职责。在组织层面，明确的职责可以帮助建立高效的工作流程和决策体系。每个部门和团队应该有明确的职责和目标，相互之间协作配合，共同推动组织的发展。透明度。透明度是指在决策和行为上保持开放、诚实和透明。这意味着在团队或组织内部，应该公开和分享相关信息，使所有成员了解组织的目标、决策和运营。建立信任。透明度有助于建立信任和良好的组织文化。当成员相信组织的决策和行为是公正和透明的，他们更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并积极地为组织贡献。反馈和学习。透明度也涉及接受和提供及时的反馈。透明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成员了解自己的表现，发现问题并改进，促进个人和团队的学习和成长。透明的沟通。在透明的组织中，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透明的沟通意味着信息的传递是直接和明确的，没有隐瞒或歧义，以确保每个人都了解组织的情况和方向。总的来说，职责和透明度是《原则》一书中强调的两个重要概念。明确的职责帮助个人和团队在工作中更加专注和高效，而透明度则有助于建立信任和良好的组织文化。在拥有清晰的职责和透明的沟通中，个人和组织可以更好地实现目标并取得成功。在《原则》一书中，雷达利欧非常强调学习和进步的重要性。他认为持续学习和不断进步是实现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关键要素。以下是对学习和进步这一重点的详细描述。持续学习的态度。雷达利欧鼓励每个人都要持续学习的态度。学习不应该只是在学校或特定阶段的事情，而应该成为终身的习惯。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跟上变化的世界，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接纳失败和错误。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雷达利欧强调了接纳失败和错误的重要性。他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只要能从中学习并改进。透过失败，我们可以找到问题所在，并在下一次尝试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透过反馈持续改进。获得有效的反馈是学习和进步的关键。雷达利欧认为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求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自己的表现进行客观的评估。透过反馈，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盲点和不足，从而持续改进。积极心态。学习和进步需要积极的心态。我们应该对新知识和新挑战保持开放和乐观的态度。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勇于尝试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设立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进步，我们需要设立明确的目标。目标应该是具体、可量化的，能够激励我们努力学习和进步。有目标的驱动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动力和方向的前进。不断追求改进。雷达利欧鼓励我们不断追求改进，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组织运营，我们都应该不满足于现状，而是持续寻求更优秀的状态。创新思维。学习和进步需要创新思维。雷达利欧认为我们应该敢于打破常规，尝试新的方法和观点，
创新思维可以带来新的机遇和突破。与榜样学习，学习和进步可以通过向成功的榜样学习来实现。我们应该向那些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学习，了解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总的来说，学习和进步是《原则》一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持续学习和不断进步是实现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关键。通过接纳失败，持续改进，积极心态，设立明确目标和创新思维，我们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并取得更大的成就。